烈国剑法破风镜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之何处？空将一剑仙。 再来！烈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 难道萧氏太会无双城的飞剑术？不，这不是飞剑术，那6把剑只是为他的剑势所臣服。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金龙镜。 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炎杀尽息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，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撒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 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！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！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身有玄境，剑心一瞬。萧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是想抢我大好的扬名机会吗？ 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，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4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节，不退。天启4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。 不退！天启4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不退！天启4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司空天禄不退！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轻轻蝴蝶吹风跨雨小天气，中学不完美语系。 飞花翠江断戈壁，初出茅庐青涩不可及。鸿鹄战
是苍茫逝去，无所谓是个错综布局，有天机些青丝的谜题，情若困境里蜕炼出豪汉勇气，不枉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画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逐城，真心镌刻年轮，越怕未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突破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中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吾乃绝世剑仙洛清扬，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你已经拒绝了他，为何此刻如此动摇？如此少年，杀了确实可惜。我还没死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有一剑划破长空。那是天斩剑，10大名剑之首。怎会如此？既然天选我，那我就应天。天斩！天斩剑，好！来，我愿做这天地。一剑生九霄，剑仙人逍遥。星球雷霆眼中血炼，何惧这？师傅，谁赢了？陆清扬要做那天，而萧瑟也真的斩了那天。瑟瑟，萧瑟，叔叔，来。洛清扬神色不太对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挥剑了。若是洛城主想无视伤势，继续一战，至少有1半人会死。这样你想带的人就带不走了。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，顾剑仙，洛清扬。
陛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圣上遭行刺，驾崩了！不要喊！圣上遭行刺，驾崩了！你喊什么？圣都抓起来！上驾崩了！驾崩了！圣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？没有，别慌，还有一息尚存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中毒？中毒？我明白了，他早就料到我会这么治，他就想让我这么治，他想让圣上死，他想让圣上在这个时候死。师父，我们还没有输，圣上还有一息尚存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大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驾崩了。什么？是洛星阳。我刚才感受到九河剑出手凶厉，的确是为了杀人而去的。但是在皇宫之内遭到了一股极强的力量阻拦，并且折返回来。明德帝或许没有死，或许被其他人杀了。重儿，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回白王府。为什么？你看下面的洛清扬，看他的眼神，我从未见过洛清扬这个模样。莫非是他刚才耗力过多，所以已经走火入魔？他若入魔，定会杀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。殿下，到这里便足够了。今天的天启城还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。他已经入魔了，快点离开这里吧。先生，有一会儿天启城有乱，求您先去救天启城，无需管我。你说什么呢？请先生答应我，先救天启城。你来了。火阴宫，宣妃娘娘来了。我来了。来了就好。就是来的有点晚。瑟瑟，萧瑟，侯爷，李统领，外面怎么样？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天启城之内到处都在传皇上驾崩了，还有人杀人放火。现在天启城大乱，宣妃娘娘还打伤了禁军，离开了皇宫。宣妃娘娘？是，此次天启城暴乱，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侯爷，禁军我需要再带走一些。好，
李统领，天启城就靠你了。属下告退。我刚收到白小堂的消息，南城起火了，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开始烧杀抢掠，北城也有暴民发动暴乱，京兆尹府已派人镇压，但是根本控制不住。西边的烟炮房也被人点燃了，附近的百姓正在四处逃离。正如萧瑟之前所说，天启城必会大乱。好大的一局棋，但他这局棋还差最后一字落下。他会来永安王府。萧瑟怎么样了？快去安排布置，庄内各方派人把守住了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太好了，父皇没事，消息是假的。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天启城的百姓都已经相信是真的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帮助李统领平乱。不许去！大师父，我与无双均在对剑之中受了重伤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这白王府。你若去了，便是落了他的圈套。大师父，曾经我双目皆盲，身处黑暗，却从未放弃过追寻光明。如今我重获光明，可天启城的百姓却陷入无尽的黑暗。我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？此行无关地位，只是重儿的一番坚守。还请大师父成全。罢了。萧楚河如何了？入了永安王府，就再也没出来。咱们布局多年，今日一朝棋子皆出，他们怎是对手？只是那白王带着他府内高手正在外面平乱，加上卢剑仙，给我们造成不少麻烦。上下两军那边得到消息了吗？过了这血之夜，明日晨起，他们就会入京，恭迎殿下登基。好。可据宫里传来的消息，父皇还没有死，最多熬不过今晚，请殿下放心。那今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只剩一件了：杀死萧楚河。师父，快！拜托小神医，哪怕治不好皇上，也拜托你让皇上撑过今晚。拜托了。好。换一个。师妹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师兄，我随口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我本以为，待我养剑养得足够强大，便可天下无敌，届时就可横扫天启，将你带走。只怪我自己太自负，太无知。江湖人杰辈出，怎会因你一人而停下？如若我可以早些明白这些，你我便不会一个困在孤城，一个困在囚笼。师兄这次来，是想带我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，我便带你去哪里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
我想要去哪里？我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了。还没出嫁的时候，在家闲不住，有时间就想往外跑。父亲曾经说过我骨子里带风，注定一生奔走。造化弄人，我竟在这宫里一困就是10几年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师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带着世儿和雨儿一起走。好。萧瑟，我记得你上次像这样躺在我面前，还是在建筑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从心底里担心一个人会突然的离开。离开雪月城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我自己，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可是每次发生危险，都是你冲出来保护大家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。客栈欠了你的银子，萧瑟，我已经失去大师兄了，我不想再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，拜托你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讲话的话，快点醒过来吧。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极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？何
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。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，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谢长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也都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。我去学养剑心去了，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孤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1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
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。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片白茫茫，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
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？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绣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！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呦，哎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谷，是这雪落山中的老捕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002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！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
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正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，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场，相信剑客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寸剑棱交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锋刃。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1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
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是前任！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
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期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，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节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啊，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呀，大师兄。你玩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恰，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
哟，这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操了天谴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就不怕遭了天谴？怎么会遭天谴呢？稍安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呐。此
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是啊。三胖，上房检查。得嘞。昨夜可有什么异常？府中一向门禁森严，又有专人看守，未见任何异常啊。王嗣成一直在书房中。哎，是。每天晚上主人都在房中习坐。是。可有人进出过？府中昨夜没有客人来访。主人平日里在房中处理公务，总是房门紧闭，听不得半点喧闹。没有吩咐，我们都不敢轻易打扰。是吗？是啊。可是，主人怎么会在房中被雷给劈死？这说不通啊！是啊。老大，避雷的龙头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动过的迹象。双叶，尸体怎么样？除雷击痕迹之外，无明显外伤，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不是，双叶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如果先中毒再死，尸体就不会呈现这样的状态。哎，你在质疑我？不，随口一问。哎，要我看啊，都是他黑心者的祸。要不这雷电长了眼睛，不劈别人，偏偏进房劈他。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被夫人听见。哎呀，不怕，他在房间里还休养着呢。再说了，实话还不让人说，平时就贪赃枉法，收那么多贿赂，能不得报应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呈现如此焦黑状，尸体可能并不是王嗣成，都已经烧焦到没有任何辨识度了，有可能被人偷换。反正要真是他就好了，贪官。哎，这人咋不穿鞋呢？我家主人呐，脚上容易出汗，到了热天的时候啊，他一般在家都是打赤脚的。谢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的幻术呢，10文钱包教包会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
你过来。走吧。你干嘛？我要学幻术，我要学会。15分。啊，这么多，我可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学会幻术啊，今晚吃饭1个鸡腿变3个。我钱不够，我回去跟我娘讨点。你给我等着，别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快点啊！走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四成前夜被雷劈死，烧成黑炭，你可知道？我们老大让你去看看。不去。老大准备了香茅烤春鸡，吃不吃随你哦。烤鸡。哎，萨摩，王四成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你脚边啊。这儿。嗯。屋脊上的龙头3炮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在房上，蹊跷就在房中。平常人家，房上往往设有龙头引雷。龙蛇伸向天空，蛇根连接引线直通地下。我刚看过引线了，在房内的一节竟然被截断了。什么？并且这引线被截断后，被人接上了一根细铜丝，一直通到这桌下，隐蔽地绕在桌腿上。可是，这是个木桌，难道还能把人电死不成？巧就巧在。这不是普通的木桌，你们看，这木桌上镶嵌有雕花的铜条，只要将铜丝接到这铜条上，房梁上的雷电就会直接引到房间里。更巧的是，你们刚说，王四成平日在房间里都不喜欢穿鞋吧？看来，凶手对王四成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每日既然只有他一人赤脚在书房习作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书桌上涂手脚。可是现在尸体成了焦黑状，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去把王夫人请过来。是。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去看看王四成的尸体。萨摩，要问夫人什么，赶紧问吧。夫人，请看这尸体的牙齿。是不是王思成？是他，缺了3颗牙，是景泽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碰巧看到的。哎，我为了办案看的。我今天去厨房，看到了下人给王思成煮的汤，把芹菜煮烂到那个程度，说明王思成一定是哑口王。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。5方开外我就闻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。怪，萨摩饮食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萨摩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！我……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，快跟我走！要喝汤，跟我走！喝汤，快走！汤，走啊！
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房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他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湘君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你因爱生恨，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。跟王嗣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调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她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，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了，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吗？哎，小撒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2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嗣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嗣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来，用力来！你们这是？啊，朝廷下令，防火防雷。用这个？嗯。找一块4寸的鱼尾形状的铜瓦放置在屋顶上，就可以避免雷电引发的天火。你们这个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东起泰山雷，南起衡山雷，西起华山雷，北起衡山雷，中起嵩山雷，五雷速发。欲请时请，征服高蒙，水天2气混一成真。五雷击毁皇宁，阴云变化，后见群情。夫既至，突发扬声，声雷急速行，气急如律令。老大，喝茶。如果按照萨摩所说，可以排除小燕作案嫌疑的话，就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大理寺丞、书生，这2个案子，这2起雷击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，案情相似，想必必定有联系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。
我想起王嗣成跟5年前一起强奸案有关，长孙家4公子被告强奸，那个死去的书生陈耀宗为其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王嗣成以证据不足未将其定罪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，均一笔带过。案子于武德9年农历11月初4未时结案，当日晴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。牛。当年案子的证人，果然是那个书生。这就是2人的联系。三炮，哎，你去探查一下那个妇女的亲人。好，这就去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妇人的丈夫一直在长安城以卖鱼为生，他的家就在这里。想必你已经知道大理寺丞和书生的事情了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你可知道，这2个人都与你妻子的案子有关？老天开眼，为我报仇雪恨！那件事情发生后，素英整天以泪洗面，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人了，让我写休书休了他。每天洗好几遍澡，一遍遍冲刷自己的身体，都搓掉了一层皮，还吵着喊着自己脏。有一天，我从鱼市上回来，素英她就上吊而죽，身上的皮还都是烂的。你现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，这2个人的死跟你都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有可能，我真想亲手杀死那2个畜生。可是下大雨那天，我在东市卖完鱼，就急忙赶回了家中。哪里都没有去，邻居可以为我作证。至于书生他死的当夜，是我固定每月自家鱼塘换吃水的日子，一换吃水就需要整整2天2夜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出门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隔壁的渔夫跟你走动多吗？还可以，经常有往来啊。他平时为人如何？我们现在怀疑他与2起命案有关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老实的要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他总是帮助附近的邻居，还跟别的商贩不一样，常常把自己要卖的鱼分送给我们吃。这么好心的老实人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下雨那天，他在哪儿？你是说大暴雨那天？对，他在家。那天我去他家，想让他雨后帮我看看屋顶上的漏雨，他确实在家里。那2日前呢？2日前，哦，2日前他在家中换池水。昨天早上我妻子还抱怨晚上睡得不好，是因为被王老汉家里巨大的换水声给吵醒了好多次呢。有什么进展？书生的口、鼻、脏器内均没有发现灰烬，也就是说他是死后被焚尸的，身体内也没有中毒迹象和外伤致死的状况。
心也是麻痹状态，所以说啊，应该就是雷劈致死。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哦，还有，他手上握着的铁牌，除了纹样奇特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世间没有会伤害我的食物。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不三不四招呼客人，快点快点。请。上面还有厢房啊。哇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哪来的？最近的鱼市在卖很多奇怪的鱼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我都会买来尝一尝。四娘，我发现你的手艺有进步哎。吃完赶紧朝案去，老娘等着收尾款呢。我差点忘了，你看这个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给我搜！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我们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法术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看就是吐蕃派来的杀手，准备伏法吧。我冤枉啊！我只是在练习五雷咒，使用技巧还没有掌握。如果掌握，现在就该打雷了。还敢狡辩！死者手中的铁牌，据说只卖给了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这太可笑了！我确实在永乐坊的师傅那里买了这个铁牌，但是我是用来制作法器、一观天象使用的呀。少卿，找到这个，怎么样？的确和书生手中的一模一样。搜到新衣物。还有活鱼。你看这，也就是说，当年的案子，为长孙公子作证的还有一人。对，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走，他会有危险。又有一人被电死了，死者是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昨夜跟你妻子的案子有关的那个素商死了。看来我烧的香真的一炷都没白费，苍天助我。所以你们是又怀疑我了吗？不然如何？
死掉的3个人都和你妻子的事情有关。我明白，我确实有最大嫌疑。可是我身体不适，都没有出摊卖鱼，在家休养了1天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你们可以随便问街坊。来，老大，喝鱼汤。这鱼汤可炖了很久哦。哎，你傻呀？嚯，是挺烫啊。来，来，哎，鲜，哦，刚才我听说呀。这鱼市上啊，最近出现了很多怪鱼。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鲜美，但捕捞起来啊有点费劲。说坝河边有个渔夫收网的时候被累着了，浑身抽搐，直直的倒在水里，当场毙命。萨摩，我想知道你的铁牌是不是曾经丢失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丢的？上次给巫师做铁牌时，刚做好2个就发现不见了。上次我来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啊？我以为是小孩淘气给搞丢了，没放在心上，就再做了2个给巫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。申兴龙，啊，大人，我是长孙家的下人，我家公子失踪了，夫人在家中一病不起，派我来告诉你们。天哪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肯定是死喽，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去拯救公子。他还没死吗？还没死，快，再晚来不及了。我可不去啊！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救长孙公子啊？他难道不是最应该死的吗？我们都不要去救他，等他被杀死吧。滔天罪行也应该用律法，也只能用律法来解决。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了吧？去死吧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住手！闭嘴！我认为我已经做好了一切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
那个软弱的书生，目击了苏银被这个混蛋强暴，但是却位于强权，而做了假证。苏生当时在旁边戏谑嘲弄我妻子。王思成收了这个人的贿赂，而把案子压了下来。这些人都应该受到雷公的制裁。那个死去的渔夫，是我一起打鱼的朋友，就是死于电联击中。于是，我就萌生了这种方法复仇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，我现在就要亲手杀死这个畜生！快人救我！快人救我！放手！久等了！哦，来！哎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以后呢，你们再也不能说我萨摩多罗，只认钱不认朋友了啊！有什么好事没想着你们啊？这个是我独家秘制的萨罗汤，10全大补，所有的精华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来，尝尝。不错哦，真好喝。不过这渔夫虽然杀了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总结的对，耶！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鱼汤。鱼汤挺好喝的。对啊，还行。真鲜。说不定啊，渔夫就在你们3个的肚子里呢。萨摩多罗，任何人都不能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，剥夺他人的生命权。我掐死你啊！我打！这是鲫鱼汤，鲫鱼汤。1命2运3风水，4积功德5读书，6名7相8敬神，9交贵人10养生，11择业与择偶，12趋吉要避凶。这位先生，能算命吗？你呀，不能再找人算命了。啊？你看啊，人生下来呢，有个命，命是定下来的，是前世的善恶决定的，和这一世的善恶无关，改不了的，算出来也没用。这一世的善恶改变了的是运，但运不是那么好改的。这样吧，你给我200文，我保证你逢凶化吉，从此无忧。不是，200文就能改运，有那么神吗？那当然啦，去年小女子幸得这位先生相助，嫁得如意郎君，如今是特地来谢谢这位道长的。哎呦，这位道长啊，厉害得不得了。哟，看热闹去！我给你逢凶化吉呀！哎呀，等等，什么热闹，待会一块儿啊！你看看，好像要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？你不知道啊？
辅国大将军刘洪基刚从塞外回来，原本一直驻扎在城外，怎么突然进到长安城里了？听说呀，这刘洪基张扬跋扈得很啊！哎呀，他要是面圣的时候还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反正不关咱们的事儿，到时候就看好戏喽。就是。那裘书生怎么还在啊？萨摩，快换了衣裳，给老娘收房钱去。小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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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生宁采臣，你们是？这里是长安城，我叫公孙四娘。你现在在我客栈里，他叫萨摩，我这儿打杂的。你昨天晚上去兰惹寺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衣服上扎满了麻黄，这种植物洗干，那附近的山上只有兰惹寺里长满了麻黄。兰惹寺，干尸，干尸！兰惹寺里有干尸。干尸？小生不敢说谎，兰惹寺真的有干尸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学人家装疯卖傻。住店钱不收你的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早点搬出去。我没装。兰惹寺还有一个女子叫聂小倩，你们找到她没有？找到她没有？你大晚上的在兰惹寺碰到个女的，不是人吧？是女鬼吧？我听说呀，兰惹寺的女鬼专门吸人血，把人活活吸成干尸。伙计说你在这里，有急事，萨摩跟我走。什么事啊？北村村口死了人，赶紧跟我们去看看。又是北村？嗯？那，这个家伙也是今天早上北村村口来的。他是谁？啊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书生昨晚去兰惹寺了，早上昏倒在北村村口。一个马队路过，把他捡回了长安，丢在我店门口。就是那个闹鬼的兰惹寺。啊，对，干尸，兰惹寺有干尸，真的有干尸。干尸！哎呀，嚷嚷一早上了，非说是兰惹寺有干尸，干尸把你搁在村口，等着路人来救啊。干脆你们把他带走，让他帮你们找干尸。这是办案，又不是郊游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我去的话，我必须把这书生带着一起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萨摩，你说你……好吧，好吧，都去，快一点，子素、双叶都在村口等着呢。别怕，他们比僵尸厉害。哎，这不是早上那个书生吗？这谁啊？这书生今天早上晕倒在村口，后来被村民发现，送去四娘店里了。子苏呢？他看不了尸体，去村里找线索了。这事儿这么快就惊动了上官家，恐怕死者身份不一般呢。他是当朝的刑部侍郎江震。哦，尸体怎么这么白啊？怎么死的？江震头上有被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不过不致命，应该是先被人敲晕，然后捆住手脚，割开血管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尸体被放光了血，所以才显得尤其的苍白恐怖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昨夜的亥时到丑时之间。难怪江震穿着便服，看来是半夜匆匆的出门。钱袋在哪？哦，还在呢。莫非是仇杀？哦，还有，江震不一定是在河边被放血的，失了那么多血，附近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对。被放血，又被抛尸在这儿，江震会和什么人结下这样的血仇呢？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，我再做进一步的检验。
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来人。等等，怎么了？麻黄草，他去过兰惹寺。兰惹寺就在这河上游的方向啊！早听说那里闹鬼，看来真的有看吸人血。那些干尸，都给我住嘴！看来确实得去一趟兰惹寺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兰惹寺一趟。走吧，书生，带我们去找干尸啦！我已经做了尸检，这些干尸死了少说也有近10年了。哎，我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死人，干尸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而且是一地干尸。哎，子苏来了。我听村里有人回来说，兰惹寺发现干尸，就过来了。村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昨晚村长家女儿办酒席，全村人都在祠堂，没人注意村外面发生的事。倒是兰惹寺10年前的大火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的大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兰惹寺早在前朝就是个荒寺，一直阴阴森森的闹鬼，人们总在那附近听到女子的乐舞声，村民都绕着道走。10年前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没人知道怎么起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灭的。在那之后，闹鬼的传闻就越来越多，就更没人来这附近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干尸，他们就是死在那场火里。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烧干净就完了吗？尸骨尽毁，这种死法叫人看了心里难受。这些人躲在地下，死前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但是正是因为留了全尸，我才有可能查明他们的死因，为他们伸张冤屈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弄出这么样一个地洞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江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他和这些干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尸体怎么了？这些死者都是女人，而且她们的面部轮廓比一般人要深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她们是胡人。没错，萨摩说的对，10有8九是胡人。书生，你昨晚到兰惹寺是什么时辰？我记得我走到村口，天刚刚全黑，然后又走了大约1个多时辰，才迷了路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亥时吧？这么说，你在兰惹寺的时候，江震还没死？我不知道什么江震，我就想知道小倩呢？小倩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要么是凶手，要么也肯定看到了什么。先别管那个小倩了，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。是。三炮，你去把江镇府里的人带到大理寺问话。好的。老夫是江侍郎府上的老仆。你最后见到江侍郎是什么时辰？我最后一次见到主人是戌时，主人说要睡了，他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门。你又知道些什么？小的昨天晚上亥时去上茅房，看见主人站在房门外读一张纸条。等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又看到主人从房里出来，神色担忧，放了支信鸽。小的不知道跟案子有何关系，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喂，大清早的又去哪儿鬼混啊？我约了子苏，再到兰染寺去看一眼。
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你知道兰惹寺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干尸复仇啊！干尸啊，一到半夜就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样子，先把人引到兰惹寺里，然后再杀了他们。杀了之后，再喝他们的血呀！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可不是嘛！来。你从干尸洞口找到的铜盆我看了，上面的花纹确实是拜火教独有的。这个佛寺居然还跟西域的拜火教有关系啊！嚯，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把守兰惹寺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，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不是石头啊。铜镜。还有个耳环。